在未来世界，破案只需要5秒钟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套破案符。放大镜可以发现不为人知的细节，帽子可以总结线索给予灵感，而手中的拐杖更是能够直指凶手。最近的废柴战五渣大雄迷恋上了侦探小说，而那一句真相只有一个的福尔摩斯经典台词，更是让他无法自拔。他也渴望变身开挂少年，拥有一颗推理大脑，比如光闻一闻留在现场的烟斗，就能推断出犯人的假牙上有几颗虫洞，还能根据化学中的三角函数分析出下一次外星人登陆地球的时间。大雄的这波推理简直哇塞！完全没听懂的小多拉直呼内行。两人回到家中，看到老妈一副杀人的表情，大雄二话不说便开启了收汤，并一针见血地将矛头指向了自己。于是他直接开启原地自爆，什么自己吃了客人用的点心，什么用老妈的东北大雕当自己的擦脚布，什么藏在小多拉百宝袋里的0分试卷被发现。老妈笑笑表示都不对，一下子爆了3颗雷的大雄顿感不妙，一脚地板油直接开溜。直到这时，大雄才发现书包不见了。据他分析，一定是夜会情人时留在了现场。于是他二话不说来到了静香家，正巧碰到静香弄丢了重要的东西。听闻此话，大雄顿时开始脑补，认为这东西一定是静香的初吻。为了找到这个夺妻之仇的美男子，大雄使出了最油腻的求猫手法。小多拉只好拿出推理套装，别看这套装备有点傍民主，其实还真就是福尔摩斯高仿。只见大雄用放大镜看着静香说道：“我的眼中只有你。”好家伙，霸道总裁来了都得直呼油腻。接着大雄便准备帮静香破案，可他用放大镜环视了房间一圈，发现窗户紧闭，绝对是熟人作案。于是他跟静香询问起这段时间是否有什么人出没。据静香回忆，只有跟自己约会的大雄进出过自己的房间。这下大雄彻底陷入了死循环。小多拉想让他试着用生锈的脑子，大雄表示自己小时候过期牛奶喝多了，根本就没脑子。小多拉只好提醒他用装备。只见大雄轻弹冒烟，顿时有了想法。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在静香家出没的人有且只有1人。这波原地自爆简直哇塞！还好静香没把大雄当成犯人，于是小多拉只好祭出最后的神器，表示手杖会直接帮大雄找到犯人。只见手杖像安装了追踪定位，跟着大雄不离不弃。大雄顿时惊得说都不会话了。直到这时，大雄才知道静香丢的是本侦探小说，这不正是大雄顺手牵走的那本吗？可据小多拉回忆，大雄当时是空手回到家中的，所以说书籍一定是掉在了回家的路上。可两人从空地一路找到家都不见书籍的踪迹，大雄断定自己一定是遇到了采书大盗。为了让大雄不被静香嫌弃，小多拉决定由自己来当破案专家。然而手杖却指向青天，表明目前书籍还没有被人捡走。就在两人用放大镜找线索时，放大镜却给出了秃头的提示，而神城家恰巧就有一件悬案等待侦破。原来他在修剪盆栽时被爆了头，而他家门前只有虎父这2个熊孩子。只见小多拉立起手杖，下一秒还真就指向了虎父2人。虎父2人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100倍，为了不冤枉一个坏人，小多拉拿出了最终神器，而他吹出的肥皂泡会在犯人头上爆炸。只见肥皂泡先找到了小夫，接着又飘在了胖虎头上，然而最终却停在了大雄头上。眼看案件逐渐神秘起来，小多拉只好用帽子让自己秃头反光灵光一闪。原来大雄当初剧透小说剧情，结果说嗨了，便把书扔进了神城家。只见小多拉根据神城被爆头的位置，找到了藏在草丛后的书籍。大雄顿时高兴极了，认为自己的真爱保住了。可惜被冤枉的虎夫并不高兴。大雄虽然将书成功送到了静香手中，可他也被锤得只剩下半条命了。